今天俊谷是来到了湖北恩施的沂水洞乡，据说这里啊是有一座号称价值8亿的金丝楠木房子，那这个呢就相当的震撼了。现在呢我就要去探访一下这座房子，看一看呢到底是怎样子的。我现在走着的这座桥啊是叫做丹霞花桥，其实就是一座风雨桥，它的两边呢是用这种非常粗大的木头啊作为柱子，看起来造价应该也不少啊。刚刚我已经买票进来了，这里的门票一张是40块钱，但是进来之后我发现了，好像没有什么游客，静悄悄的。你看周边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前面这座塔状的建筑啊是叫做锦屏鼓楼，它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我的正后方就是景区的大门，这个景点呢其实是可以把车子开进来的。我刚刚呢就是把车子停在景区的外面了。这座锦屏鼓楼它总共是有33层，总高呢是56米，就相当于啊是有20层楼那么高。这座锦屏鼓楼也是我目前见到过的最高的鼓楼了。在鼓楼的前面是放着一根塑化玉，这是整根木头啊，全部都是变成了玉了，但是中间呢是有很多断节。天公不作美，突然间下起了雨了。现在进入鼓楼里面来去避一避雨。前面这一根不知道是什么木头，但是看起来也是很贵的样子啊。这里摆放着很多老物件，这是一张非常老的床，上面的花纹呢还是非常清晰的。这座鼓楼里面呢还有电梯，可以上到第5层去观看。但是呢，我是想着直接去那一座金丝楠木房子。前面这一座是磨水廊桥，过了这座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金丝楠木房子了。在景区里面呢，还有一些老房子。看来这个景点呢是把整个村子给围起来了。这里有一块指示牌，往这个方向走。金丝楠木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木材，在古代只有皇宫或者是一些非常高规格的庙宇啊才会使用到金丝楠木。普通的老百姓呢根本就不能够使用金丝楠木来盖房子，那些达官贵人啊也必须要得到皇帝的恩准才能够使用金丝楠木来盖房子。而且金丝楠木啊是非常难以砍伐的，因为通常它们都是生长在一些非常茂密的丛林里面，所以呢，民间呢会有一种说法叫做“进山1000，出山500”，因为去到那个丛林里面嘛，会有很多瘴气、野兽或者是悬崖，会死很多人的。进了这道门之后，就可以看到金丝楠木房子了。进了这道大门之后啊，你看我后方就是楠木老屋。这座房子啊，看起来非常的普通。但是呢，它是价值8个亿人民币啊！它是正对着前方的鼓楼，表面上还真的看不出来，这竟然是中国最贵的房子。现在咱们就进入这一座价值8个亿的房子来参观一下。哇，中间是堂屋，这里啊是摆放着他们的祖先牌位。这户人家，他的主人呢是姓杨，他的第15代传人是杨大爷，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去世了。表面上来看呢，还真的看不出来这是金丝楠木啊。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呢，这些柱子呢就相对比较看得清楚一点。这座房子里面的家具啊，也都是金丝楠木的。这是另外一个房间，这座房子啊，它是2房1厅的，里面呢竟然是没有灯光，看得不是很清楚啊。这张桌子的桌面呢，它是一块整板，它的宽度呢大概是有1米左右。你看，像这么大块的一块金丝楠木木板啊，它起码呢是需要上1000年来生长，才能够长得这么粗啊。这座金丝楠木房子啊，它总共是用了39根有300年以上树龄的金丝楠木。从结构上来看，它就是一座2房1厅的房子，看起来啊非常的简单。
这座房子的做工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考究，看起来呢跟普通的民房啊没有什么区别。这座房子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装饰，建造的工艺呢也都是非常的普通。表面上还有一些是给蛀虫给蛀掉了，毕竟呢是经历过了400多年的时间了，400多年了，到现在还屹立在这里，不简单了。像普通的木头做的房子呢，撑死能够有50年了就不错了。刚刚来了2位游客，其中一个男的，一来到就用手啊大力的敲这个柱子，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里都明文写着请勿触摸，用手摸一下也就算了，你还要用手啊去大力敲打，这种行为呢实在是不值得提倡啊。金丝楠木它是属于国家2级保护植物，它主要是产于湖北的西部、湖南、四川、贵州还有云南等地。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啊极为缓慢，要成为栋梁之材最少需要300年。它的木头啊非常的坚硬细密，不易开裂，有着水不能进，蚁不能血，千年不腐，万年不烂之说。这座金丝楠木的建造年代是在明朝万历10年左右，传到现在已经是第15代人了。那么它的主人杨大爷啊，在把这座房子交给国家之前呢，其实也是一户非常贫困的贫困户。他有2个儿子，而且年龄都非常大了，都没有娶老婆。当地的村官看到他们还住这么老的房子，都准备让他们搬迁到政府的安置房去了。正准备要搬迁的时候，这位杨大爷才想起，以前听老人说过，建造这座房子的木材可是上等木料，以前还有大官在这里住过。为了谨慎起见，就请专家来鉴定。这座房子之后就由故宫的文物鉴定专家叫做杨进荣啊过来这里亲自鉴定，就发现这原来是一座由金丝楠木做的房子。之后他在中央电视台上面宣布，这座房子啊由于它的建造的木材以及文化历史价值，所以它的总价是达到了8亿人民币。原来啊，杨大爷的祖上是有一位在河南开封做官的。有一次在帮朝廷运送粮食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运粮食的船给弄翻了，所有的粮食都沉入了江底。为了躲避朝廷的追究，才躲到恩施的大山里隐居下来。这也就解释了这座房子虽然用料考究，但设计和做工却如此普通。虽说杨大爷祖上出了一位达官贵人，但金丝楠木房子传到杨大爷手里，已经是经历了15代人了。家庭经济到杨大爷这一代已经是穷而响叮当了。那么杨大爷得知这是一座由金丝楠木建造的房子之后呢，并且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呢，他就把整座房子啊捐给了国家。那么国家为了感谢他呢，就奖励他1000万人民币。那么之后，杨大爷就搬了新家，2个儿子也有了着落了。金丝楠木老屋的旁边还有一座房子，这座房子啊是管理人员的办公场所，就是专门来管理这座金丝楠木的。这座房子最初的建造者啊，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后代以及保护这座金丝楠木做的房子啊，所以呢就一直啊都没有告诉他的后代这座房子的价值。那么传到杨大爷这一代啊，他们已经是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了，但是呢，却住着中国最贵的房子，却浑然不知。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中国最穷的贫困户，却住着中国最贵的房子。这帮人走了，我刚刚看到他们其中一个人呢，就是用脚非常用力的梆梆梆去踩这个门槛，还有一个一进入到这个房子啊，就用手这样子梆梆梆打了好几下，我在外面都听到了。我想告诉大家，这种行为啊是非常不文明、不可取的，对待文物怎么可以这么的粗鲁呢？虽然看介绍说啊是千年不腐，蛀虫都蛀不了啊，但是你看实际情况，还是有很多蛀虫蛀成的洞，这些呢也是腐烂掉了。下面呢就更加的明显了。虽然说金丝楠木确实是比普通的木头啊要坚硬一点、耐用一点，但是木头始终是木头，该腐烂还是会腐烂的。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的神奇哦。好了，今天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俊谷，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